今天我想和你说说，在中国的这一个非常厉害的女性统治者，她就是中国清朝最后一位真正掌权的女人，真正统治清朝最后的这几年的女人。在中国的这些古代的和近代的历史里，真正统治中国的只有两个女人只有两个女人。但是这个人呢是清朝的。我今天要说的是清朝的。清朝是中国历史的最后一个朝代，最后一个。那这个人她叫慈禧，她是一个女人。然后呢，她不是皇帝，但是她做了皇帝的事情。她统治中国，统治就是管理。他管理中国，他是真正的管理中国的人，那我们叫他统治者。统治的人，统治就是最高位置上管理的人。他为什么不是皇帝还能统治中国呢？为什么呢？他统治了中国47年，47年真的很长，非常的长。那在他去世之后，清朝只存在了3年，清朝就结束了。清朝就没有了。在他去世后，清朝只存在了3年。所以我们可以说，慈禧是清朝的最后的一个女性统治者。那好，我今天和你说说她怎么从一个普通的女人做到统治者的地位，真的非常特别，她的故事很特别。当然她一开始进到皇宫的时候，她只是一个普通的皇上的女人，她只是皇上很多女人里的一个。然后呢，她的地位也是很低的，她一开始的地位是很低的，因为皇上的后宫里住着很多的女人但是呢，慈禧这个女人，她非常的聪明，然后在很多女人里，她有一个别人没有的特点。她有一个什么特点呢？这个特点就是她认识字。这个特点不是很有特点，是不是？因为你也认识中文字。但是你知道吗？在清朝的时候，是满族人做统治者的地位。满族不是汉族，汉族是中国大部分的民族，是吧？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汉族，但是在清朝是满族人当权，满族人统治，满族人掌握大权就是权力都在谁的手里？在满族人的手里。权力在他们的手里。
所以呢，满族人呢，他们不是很重视女孩子去学习，他们不重视，就是他们觉得不重要，他们觉得女孩子学习还是不学习不是很重要，不是很重要，所以在满族人的想法里，女孩子不用学习。那慈禧是一个满族人呀，她是满族人，她是满族人，满族，但是呢，她学习了，所以她认识字，那这一点很特别哟，这一点很特别啊。皇上的后宫里，后宫是什么？后宫就是皇上的女人住的地方，这个叫后宫。后宫后面的宫殿，皇宫里有一部分是给皇上女人住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叫后宫。所以后宫里住了很多很多的女人。那慈禧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她有点特别，她认识字。那有一天，慈禧和皇帝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皇帝就是当时的这个皇帝叫咸丰皇帝，他叫咸丰。这个皇帝是一个有点体弱多病的皇帝，就是身体很弱，经常生病。所以我们说这个皇帝咸丰皇帝是一个体弱多病的皇帝，他身体很弱，经常生病，然后他也不喜欢处理国家的事情，他不喜欢工作，不喜欢，他身体也不好，所以呢，他经常会觉得很累，处理国家的事情的时候觉得很累，于是有一天，他和慈禧在一起的时候，他就看到谁看到？慈禧看到皇帝很累，慈禧说我可以帮你什么吗？然后呢，这个皇帝咸丰就说好吧，你给我读一下奏折吧。奏折是什么呢？奏折就是皇帝需要每天都看的一种文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文件，就是现代的文件。那这个文件里面写了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们要这样处理，皇上你觉得可以吗？那这就是奏折，奏折里会写别人希望皇上做的事情。那皇上看奏折这种重要的文件，是这些文件都是别人写的，可能是大臣写的。大臣就是给皇上工作的人，是皇上的属下是皇上的下面的人，是吧？那这些奏折就是皇上的大臣写来的，皇上每天都要看奏折，他要看完了以后，他要批奏折，批就是这个不错，我同意批奏折这个事情不行，不能这样做，不可以，这是批
奏折。皇上要给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所以这是皇上要做的事情，他要批奏折。那咸丰这个皇上很体热多病，经常生病，身体不好，不喜欢处理国家的政务，不喜欢工作不喜欢处理国家的事情，所以他让慈禧给他读奏折。慈禧可以认识字，于是慈禧可以给他读慈禧就读上面写的东西，这样皇上就更容易做他的事情了，是吧？那慢慢的，慈禧就做的越来越多他越来越参入到国家的这些政治决定里面，政治决定。那他有的时候会和皇帝一起商量一件事情他会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我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所以呢，慢慢的，慈禧就开始更了解国家的政务、政事。那这个政务和政事就是国家政治上的事件，国家政治上的事情国家重要的大事情。慢慢的，慈禧就明白了，她就学习了，她学了，偷偷的。因为在当时中国的这些朝代里都不允许后宫的女人去参与政治上的讨论，不允许。所以呢，这个事情是不允许的，是不可以的。但是慈禧因为她认识字，然后她很聪明，她就偷偷的学习。后来呢，慈禧给这个皇帝咸丰这个皇帝生了一个孩子，他生了一个儿子，男孩。那这是很重要的大事情，因为咸丰他没有别的儿子，没有，这是唯一一个，所以慈禧从一个地位很低的后宫里面住着皇帝的女人，她从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地位就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后宫的女人里的地位。这个后宫里因为有很多的女人，所以大家的这个地位是不一样的。地位就是你的级别的高或者低。有的女人的级别很低，有的很高。那最高的是谁呢？你觉得最高的是谁？最高的就是皇帝真正的老婆。那这个人我们叫皇后。那第二高的级别就是皇贵妃。慈禧就升到了这个级别，她就成了皇贵妃。那这是第二高的级别，为什么呢？因为她给这个皇帝咸丰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唯一的儿子。但是这个皇帝身体不好，很快他就死了，他去世了，他死了。他死的时候，他做了一些安排他死的时候，
他的儿子，那就是他咸丰和慈禧的孩子只有6岁。那6岁是小孩子，太小了，不能一个人做皇帝呀，不能，太小了，6岁啊。所以咸丰，小皇帝的爸爸咸丰死之前，在他去世之前，他做了一个安排，他安排8个大臣辅佐小皇帝。8个大臣就是皇帝的8个重要的给他工作的人。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辅佐小皇帝，帮助小皇帝做决定，要做很多的决定啊。他们要写这里要做什么事情，这里要做什么事情。所以这8个大臣，他们要辅佐小皇帝，这个小的6岁的小男孩。然后，咸丰也安排了2个女人，这2个重要的女人，一个是他自己真正的皇后，皇后就是他真正的老婆，对吧？那皇后和慈禧这2个重要的女人，她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盖章。盖章是什么呢？盖章就是在重要的文件上盖章。那这个章是这个东西，你盖章的时候就是在同意这个决定。所以慈禧和真正的皇后，他们做的事情只有盖章，在决定上同意了，不同意，同意，不同意，是吧？这是盖章。他们不能做什么决定，他们只可以在已经做好的决定上盖章和不盖章。那他们不是，那慈禧和这个真正的皇后，他们没有真正的权利，他们也只是盖章。好，然后咸丰去世了，接下来发生了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慈禧在70多天，那就是2个月左右的时间，她就一个一个把这8个大臣给除掉了。什么是除掉了？除掉了就是让这8个大臣都没了。是吧？8个大臣他们要做的事情是辅佐小皇帝但是慈禧这个女人，她想自己有所有的权利，她想自己有更多的权利，于是她想了办法，让这8个大臣一个一个都没了。其中有3个人死了，对，3个人死了，然后5个人是让他们不能工作，你不可以工作啦。那这在当时叫流放，他把5个大臣流放了。流放就是让他们不能再继续工作，不可以再做大臣这个职位了，你回家吧，我不用你了。是不是很厉害？
他在2个多月内，他就想出了办法，让这8个大臣都没了。现在就只剩他和另外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真正的皇后。但是这个女人其实她不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女人，她没有野心，就是她不是很关心自己是不是有权利，她不想有权利，她不在乎，她不关心啊。那真正有野心的，有野心就是想要更多，想要更多的权利，想要更厉害，那这是有野心。真正有野心的是谁呢？就是慈禧。接下来就是他的儿子做皇帝了。他的儿子是新的皇帝，才6岁，所以呢，慈禧接下来做的事情叫垂帘听政。垂帘听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因为慈禧真正的做统治者的时候，他做的事情只是在帘子后面听国家的大事他在帘子的后面，帘子，看，这是一个帘子他坐在一个帘子的后面来听国家的事情，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就是和别人一起在想国家的事情应该怎么做决定，怎么处理。那我们说这2个女人，她们都在垂帘听政。这个垂就是一个帘子，从上到下放下来。那这是一个帘子，帘子就是一个很薄的布，很薄的布。那这是帘子，帘子从上往下放下来一个帘子。慈禧坐在这个垂下来的帘子后面，听国家的政治事情，政事，这叫垂帘听政。所以在后来慈禧和这个真正的皇后，他们一直都是在垂帘听政，他们不能在帘子的前面。为什么呢？因为帘子的前面是真正的皇帝，是真正的小皇帝。但是小皇帝不能做很多的决定，他不能一个人做任何决定，所以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慈禧和另外的这个皇后他们在掌权，他们掌握最多的权力。权力在他们的手里。权力在谁的手里？在慈禧和这个真正的皇后的手里。那这是在他的儿子的时候，他的儿子做皇帝的时候，那慈禧是垂帘听政。很快他的儿子也死了，他的儿子在19岁的时候就死了。然后他又找了一个小的皇帝，那他又找了另外一个皇帝，另外一个孩子来做皇帝。这另外的一个孩子是慈禧妹妹的儿子，慈禧的妹妹的儿子现在来做小皇帝了。所以慈禧还是垂帘听政，垂着帘子听国家的政事。
就这样，慈禧垂帘听政了差不多有38年，38年，37、8年，但是呢，还有一些年，他是把他自己的位置真正的让皇帝去做，皇帝是真正的上到了皇帝的位置，自己执政执政，那就是在他的手里是真正的权力。那这是很短的，这些年很短的。然后呢，但大部分的时候，这些皇帝真正执政的这些年，慈禧也是做大部分的决定。所以我们说，慈禧她统治中国差不多有47年。47年，在这47年里，他做了很多好的事情，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都有，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所以在中国，慈禧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女性统治者，争议很大，争议就是大家会讨论她，然后会说她这做得好，这儿做得不好他是一个好的，他是一个不好的统治者，会有很多争议，有好的想法和不好的想法，大家对他的看法都不一样，大家对慈禧的看法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慈禧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女性统治者，但是她还是很厉害的，从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皇后不是皇后，是皇上的女人，一直到统治了中国差不多47年。还是有点意思的，是不是？还是有点意思的。我今天就是和你简单的说一说慈禧是怎么坐上统治者的地位的，她是怎么做到统治者的地位。我们了解到学习好像很重要，是吧？学习挺重要的。